欢迎来到大家参议论。我现在身处在北京哈，大家听我的嗓子不太好，因为现在是北京车展的第二天，一大早，昨天车展呢一整天又要走又要说话，所以嗓子有点哑了。那同时呢，今天要过来这边试一个车，试这个车之前，我要给大家郑重的道个歉啊，就是我今天这一身衣着是为跑车展准备的，不是为了试这个车准备的，所以大家接下来会看到我这身的装束跟这台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今天要试的这台车啊，大家现在看到它了，红旗的 ESH9，这是一台大红旗，这是红旗目前最大的，也是定价最高的一台旗舰 SUV。这个车放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大哈。我先让车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因为现在新的红旗的旗舰车都有这个功能哈，就是它的灯非常漂亮。我们来看一下，来，你看它刚才自己灭掉了，来启动，跟大家打个招呼，你看。这个在它的车机里头啊，专门有一个选项叫做仪式感，你可以把这功能关掉啊。我当然现在是把它打开，在晚上看会非常非常漂亮。那这台 EHS9 呢，它前面这个 E 就代表它是一个纯电的车 ，HS9 是 HS 是红旗的 SUV 系列，9就是目前最高的最大的数字了，所以这个车就是最大的高端红旗 SUV， 同时它又是电动的。那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它这个外观吧，就整个车前脸就是跟之前我们很喜欢的那台轿车 H9是一个风格，但因为这台是 SUV， 所以它更加的大，它显得更加的直哈，整部车非常直。红旗官方对于这些东西全部是有4字词语的一些描述的，比如说这个叫做高山瀑布中流砥柱，有好多这样的描述，我记不住这么多哈，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再来看看，侧面这个车呢就是四平八稳的造型。你如果从这个位置往前看都是四平八稳的直的线条，但是来到 C 柱呢，这车有一点画风大变，就它这一块镀铬的亮件，包括这个车顶是一个圆弧形下来。这个位置又跟前面稍微有一点点，我不会用格格不入这个词，我会说有点跳跃。这就跟之前我们很喜欢那个轿车 H9 是一样的，就前面很端庄，到后面了好像有点像一个轿跑的尾箱短短的那种感觉。那这个 SUV 它也是延续这种设计的理念思路，就持续的去制造一点视觉上的新鲜感。而且这个细节我们看，这个也是个灯语。它会显示这个车在充电的时候，现在充到多少的电量了哈。当然我们现在没在充电，所以我看不到它发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是一台非常大的车，这个车5.2米几长，轴距3.1米，宽度是2米所以极度大型的一个车，配上空气悬架，它可以升降。然后在后面这个尾灯这里也是很有仪式感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点亮看看。你看熄灭的时候。你看这些都在这里闪动跳跃这车晚上看会非常非常好看。那今天我们会在这个京港赛道小开一下这个车，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开不是重要的，重要的还是坐坐在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呢？不是很多人有机会坐到红旗里面在过去，但是现在呢大家都有这个机会了，只要你花得起钱。那我们今天这台 EHS9是顶配的版本，它的预售价是75万，我们这台是顶配4座车型，我们上车看一看它能豪华到什么程度。好4座的大型豪华 SUV， 这就是顶级的身份的象征。再一次为我今天的这个破洞牛仔裤道个歉你现在就假设我就是老板，或者不是老板就是一个身份非常显赫的贵宾坐在这里的时候，这感觉相当棒。这个座椅真的是好舒服，我坐上来之后我还没有调，现在还是个标准坐姿。要调的话呢，是通过前面的这块屏幕，这块屏幕可以调空调，可以调各种的遮阳帘。我第一步我先把前面这个座椅往前去一点来，其实刚才的标准的坐姿我都几乎可以翘2郎腿了，我现在把它调到最前面，来靠背也往前折。前面这里有个屏幕，后面后排左右都有屏幕，而且这个屏幕的精度非常非常高
看起来就是相当高清的屏幕。这个屏幕跟这个造型是融为一体的，不像以前那种挂在外面的显得很突兀。然后这个车的座椅当然可以调节，我们来调一下。一个是它的坐姿，你看舒躺这个是脚托，你看靠背也可以调。座椅可以加热通风，还有3种按摩功能。这里有海浪按摩、曲线按摩、环绕按摩。这个东西我不擅长哈，我很少去按摩，所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但是，哎呀，好舒服！它这个按摩的力量还是挺显著的。这座椅你都能看到它在动，你看，这种按摩的座椅不是说里面你把它动作做得很大就会舒服的，你要那个频率、那个幅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但按摩的座椅对于这个座椅的皮质其实是有相当高要求，因为它要求你的皮质要有很好的弹性。然后这个车的皮质这样摸起来看起来相当好，然后这个头枕，这个 Alcantara 枕下去非常的舒服。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这里有个无线充电的托板，然后这里头有储物格，然后这里呢会不会是一个酒柜呢？其实我第一次开的时候我会期待它是一个酒柜，但是很遗憾没有哈。我们现在不鼓励喝酒，但是这个地方你还是可以自由发挥，放一些女士的一些饰品什么的。然后这里有杯座，这里有储物格。这2个格子的手感稍微粗糙了一点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车是个样车，希望他们以后能优化一下这里。然后这里有办公需要的各种的插座，还有一个疑似烟灰缸，但并不是这个后座没得讲了。其实这部车还有一个6座版本，还有7座版本。6座版本我在现场也看了它的车子，就是很正常的2个中排的座椅，谈不上说非常的商务座椅，相对来说普通一点我单独看我觉得还能接受，但是当我看了这台做了这台4座版之后，我觉得那个6座版简直就是差了一个阶层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车低配是55万入门，高配是75万，差了整整20万。就这个后座这种氛围真的就有差20万，应该说都不是差20万，而是完完全全就是2台不同车。6座你买的话就是一个公务用车，就是一个工作用车或者家庭用车。这部车买的话就是一个享乐用车炫耀用的车是不是？我在红旗上不应该用炫耀这个词，就是一个让自己能够感受一下人生到一个程度了，我得到了我应有的东西那种感觉。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储物格是非常特别非常出彩的不是这个下面，而是这里有一个像小抽屉一样的打开，你看它非常的有私密性这车4个车门都各有一个这样的储物格。这储物格可以放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它放手机其实是放不下去的但是它能放什么？它里面全部铺着绒。其实我们很多贵宾上车睡觉的时候身上的一些首饰女性的首饰想要摘下来，或者说有些人名表我这不是名表，放下来没有地方放，而且很容易遗忘，那放在这个地方就特别的合适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手表。4个车门都有这个格子。然后下车之后呢，这车也是高配版本，4个车门，记得把我的名表拿上4个车门都有电吸门，轻轻的带上，很优雅的。OK， 下面坐上来驾驶位，我先不通电先来看一看它整个设计。现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大家会看到屏幕全部是黑的。这个车算上后座高配总共有7块屏真的是很高级的。而且你看它的方向盘这些设计，这些钢琴黑的面板，当它不亮的时候也都是全黑的，就感觉非常的简洁。然后我现在要通电了，我在这个车上找不到硬件的通电的按钮我尝试像特斯拉那样上来踩一下刹车它就直接就通了，你看电一下子就通了。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更传统的做法，其实它这里是有一个开关的。你看我刚才上来之后所有屏幕都是暗的，只有这里有一个 start， 这个 start 你一按它也同样是起到一个着车关的时候有个 off 就可以熄火离车。车子的设计风格跟外形一样，4平8稳，横向的线条又结合了一些科技感。
观感是相当好的，而且我觉得这台车的木色、黑色、咖啡色和白色的这个色彩的搭配也做得相当不错。当然，这种全白的座椅对于你的使用是有相当高的要求的哈，一定要不能像我这样这么粗鲁的穿个牛仔裤来做这种座椅，质感真的是出来了。我看到那个低配的版本，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座椅，那个相对会比较耐脏，然后它的木也不是那种很老气的木，这木都是带一点哑光，这种很雅气的木头，感觉还是相当的有气质。我不会说这个车豪华或者气派，我也不会说它年轻，但是它就是有一种气质。然后车机系统我刚才玩了一下，功能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也不难上手，各种的功能，包括它也可以直接你喊它说嗨红旗，它可以听懂你的很多命令，然后这个导航也可以很方便的去找充电站，然后它的音响音质非常非常好，重低音什么打开的话，音质是很震撼的。这个屏幕稍微在操作的时候离手有点远而且它的屏幕偏向下，所以按的时候手指会感觉那个角度不是很顺手。前面这个屏幕信息还是很丰富，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日期是一个中文字的日期今天正好是秋分，你看它这个庚子年8月11，哇，这就是中国车的感觉。这里着了之后，方向盘上面是一些驾驶模式的按钮设定。你看它为了让中控台要干净，它把一些很多车放在这里的，比如说驾驶模式都放到方向盘这里了，包括空气悬架的升降，其实都是在方向盘这里直接用这边的菜单来调节。这边就是属于驾驶者的一个私密的空间了，因为这个车的中控台其实是要给后面的贵宾一起来欣赏的。整个感觉其实还是不错哈。如果要我说好的话，就是坐在这，座椅非常好，座椅很宽大，整个视觉的感受跟这个车的外形是如出一辙的，就是很端庄，很干净又有档次。真要我挑的话，一个是刚才车机有点远了，第二个呢就是上下车的时候，我发现它这张座椅，因为它边上这里有一点拱起它的侧向包裹不错，但是因为这车挺高的，所以我上下车的时候会觉得这里会稍微有些硌到我的大腿，把身体这样拱起来才行。可能一个比较高大的昂扬7、8尺的大汉来坐这个车的司机不会感受到这个问题。但是像我这样，如果我自己是车主的话，上下车，哎呀，还是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种雄壮每次上下车，他都要跟我示威一下，我在开这个很大的车。这个车最常用的慢充口是在这里的，这个打开也是非常有仪式感那顺便说说这台车，它的电池是一个91度的电池，宁德时代的一个最新版本的电池，放在这个车上，91度这么大的电量带来的续航呢，工况 NEDC 是510公里，不是很出彩的数字，因为这么大的车，这么大的轮圈，这么大的风阻，它怎么可能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节能的车？没有的事情但是这个车在电池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亮点在这，就它有无线充电功能，你可以直接不插充电口，它会有一个那个无线充电板，当然那个要挖地面去安装，安装好之后，这台车只要停在无线充电的这个车位上，它就可以直接这样隔空的去充电，而且这个充电效率呢，是达到91%就比如说这个10千瓦的充电，它可以有9点多千瓦的这个充电的效率厂家的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无线充电还是个快充，2、3个小时能把车充满的那种。那当这个车要匹配一个无线充电位的时候，你可以用它的自动泊车功能，直接它会自己对着那个车位自动泊车进去，然后它因为是空气悬架，它会自己用空气悬架高低去调整跟无线充电板之间的最佳的距离，来实现它的最好的充电的效能。这个功能今天没有演示但是他们说在这个车3个月后上市的时候，这个功能就会有。好了，一个纯电的大型 SUV， 其实这种车以前是没有的，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但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就是走在全世界的前列，包括我们现在这种高端的纯电动车也开始为消费者和市场开始接受，和市场也需要这样的车，是吧？我买一个大 SUV， 但是它是绿牌的，它不限牌不限行，大家也都需要这样的车，所以
有了这样的产品，我们下面去开一开啊。今天这个场地有点受限，但是还是简单体验一下吧。不是很好呢，因为今天厂家是安排了我们在一个封闭的赛道里面去开这个车，还有一个封闭的场地去绕桩啊、变一下线啊这样。但是对于这一台这么大的、这么高级的豪华 SUV 来讲，当然是应该去走更多的变化的路况，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你去跟这个车相处。包括它的研发的总工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说这个车静音很好，它的 NVH 很好，滤震很好，希望你们有更多的时间能跟这个车长时间相处，才能感受到它的这些娱乐啊，这些豪华的东西，还有这个座椅的舒适性啊。那这些东西我今天是没有机会去感受今天只是很简单的开了这个车几分钟，但是总体的印象是它的空气悬架那个舒适跟运动模式悬挂的软硬变化还是很明显的。然后这台车以一台这么大的车，车长5.2米，车重2.7吨，差不多2.8吨重的车，它在一些很急的弯道拐弯的时候，整个车的车姿控制还是比我想象中要好不少的尤其是坐在后座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这车真的晃得很厉害。然后加速方面呢，它100公里加速是4.8秒。高功率的版本，这个高功率呢，功率要去到400千瓦，670牛米的扭矩，非常大的动力。但这个车本身也有2.7吨重，不算是特别狠的一个加速，不算是特别狂暴。这车哪怕用到运动模式的时候，油门你还是可以比较柔的去控制这个车。但是你用舒适模式呢，也可以有很快的响应所以动力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这就是今天对这个车总体的感受了，方向很轻盈，很灵巧，没有那种大车的那种我们叫体量感就以前开大车动一动方向都觉得车在晃，但是现在纯电的车的平台没有这回事了，因为很重的电池压在车的底部，它的重心会比较低，然后这个车呢在噪音隔绝上也是十足的用料，所以也真的是整个车的密封性做得很好其他我就不能说太多，因为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在真实的环境里比较长时间的体验这个车，你才知道它在各种的场合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那说到场合呢，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朋友戏称这台红旗把它叫做中国的库里南当然你拿它来跟劳斯莱斯相比，我觉得在很多地方还是有明显的差距，毕竟价格差10倍老大，这个车才75万劳斯莱斯库里南拿下基本上600-700万但是我们中国品牌造车突破天花板，这2年很多品牌都在做新势力造车通过他们很天马行空的一些设计和一些大胆的科技去实现。红旗呢，作为一个我们的公认为最有底蕴的豪华品牌，它也在设计上，在这些科技的融合上做了很多中国人的豪华车的思考，然后融到这样的车里头，所以这个车也是同步的在推高着我们中国人造车的天花板。当然这个车的续航呢，460公里和510公里2档工况续航，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它不能带你去天涯海角却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各种场景里头带来一种别的大型 SUV 没有的超级高级的感受。因为它开过来的时候安静无声，没有排放，你坐在车里面的时候，长时间开着车里面的娱乐系统，尽管享受，不会担心排放影响到别人，所以是一个特别有功德的一台豪车。买红旗正确，开绿牌车正确，开个这么大的 SUV， 但是零油耗、零排放，超级正确，一切都太正确了，这就是买这个车的理由。这个车的设计还挺重视用户隐私的，比如这个副驾的扶手箱要通过一个电钮来开关，这个电钮呢可以在菜单里头设一个密码，要有密码才能开这个扶手箱。然后再看它这个3个屏左中右3个屏，在副驾的位置你可以看自己的影视节目，在我这边呢当然可以看行车的信息，但是在我这边看上去副驾那边是漆黑一片的，然后你再到副驾那边，你想偷窥我开多快，你也是看不见的，也是黑的。所以呢，就是开车的人就开自己的车，副驾的人呢就看自己的片子，彼此相互不能偷窥，是不是阶级很鲜明？